房东不爱租给老人，所以年轻时不买房子，老了就租不到房，只能去睡路边吗？许多人或许都从长辈、亲友，甚至房仲业者口中听过这种恐吓式的宣传，但这是真的吗？你有看过满街都是无家可归的老人吗？还是这不过是耸人听闻的都市传说？今天我们就要用数据和现实来全面探讨，揭开这个传言的真相。首先，我们来还原这个可怕场景。假如你现在不咬牙背30年房贷买房，等你七老八十时，房东们一听你年纪这么大，通通摇头拒租，你拿着存款却租不到任何房子，只好流落街头，睡公园长椅、桥下走廊，沦为社会悲剧。听起来很凄凉，对吧？不少长辈苦口婆心劝年轻人买房，理由就是害怕子女将来变成这种老无所居的流浪汉。有些网友在论坛上分享，家人从年轻时就叮咛，哪怕贷款压得喘不过气也要买房，不然老了没人愿意租房子给你，只能睡路边。这种话听多了，难免让人心生恐惧，开始怀疑自己未来老年会不会真的无处可住。在网络讨论中，确实有人深信不疑地说，真的，房东都不租给老人，只能睡公园，仿佛这已是铁一般的定律。也有人附和，房东可以拒绝租给老人，所以一定要趁年轻买房。这类言论把不买房晚景凄凉讲得绘声绘影，仿佛不提前买房就注定晚年悲惨。然而另一派声音则提出质疑，难道人世间没有没房子但过得好的老人吗？有钱的话住养老院也可以安享晚年，反而如果为了买房弄到没存款，老了日子更难过。这些不同观点谁对谁错呢？让我们一步步分析。先从最直观的现实观察开始，我们身边真的有那么多无家可归的老人吗？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人口大约有450万人，是个庞大的族群。如果不买房就只能睡路边是真的，那么街头公园应该充斥着成千上万灰白头发的老人露宿者。但事实上，我们日常走在路上看到的大多是清晨在公园打太极操舞的银发族，或者在市场买菜的阿公阿嬷，很少见到大批老人露宿街头的景象。根据估计，台湾的无家可归者总人数约在数千人上下，即使悲观高估到5000人，其中包含各年龄层，而真正高龄长者的比例更小。用最简单的数学来看，就算全部5000位游民都是老年人，相较于400多万老年人口，也只占约1/1000强的比例。换句话说，老年人无处可住，而露宿街头的几率大约只有 0.11% 左右，比你手机游戏里抽到传说5星角色的几率还低。既然如此渺茫，我们究竟在害怕什么呢？可能有人会反驳，哪怕只有1/1000的几率变游民，我也怕呀，万一我就是那最倒霉的呢？没错，对个人而言，谁都不愿意成为那最倒霉的一个。我们也承认确实存在极少数不幸的案例，然而那些老年无家可归者通常人生中遭遇了重大变故或经济困顿，远非单纯年轻时没买房这一个原因所导致。想象一个情境，一位老人如果年轻时一直租房生活，但他工作时有存钱，有退休金或子女照顾，难道会落到晚年付得起房租却租不到房的地步吗？反之，一个拥有房产的老翁，若是没有任何积蓄，身体多病，甚至子女失联，他即使有房住，生活也可能非常凄凉。到底决定老年生活品质的是有没有房子，还是有没有钱？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接下来，我们从整体社会的供需角度来看这件事。支持一定要买房观点的人担心的是老年时房子不够，人太多，导致租不到。然而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，台湾现在房子过剩，人口却在减少。根据统计，台湾每年新建成的住宅超过16万户，但同时间我们的人口却在萎缩。自从2020年开始，新生儿数量一路下滑，到2025年4月时，全台当月出生的婴儿仅有8600多个。想象一下，新房子盖了一大堆，可是新出生的小宝宝越来越少，年轻人也越来越少，将来谁来住这些房子？再看家庭数量的成长也趋缓，新成立的家庭根本追不上房屋新增的速度。结果是什么？房子越盖越多，空着的房子也越累积越多。
有专家估计，照这种趋势走下去，每年新增约3万户空屋。3万户是个什么概念？差不多等于一个中小型镇的人家数量，而年年增加，累积30年后，恐怕会冒出将近90万户空屋。90万户空屋静悄悄地坐落各地，等待有人来居住。这画面是不是跟老人找不到房住的说法有点对不上？目前统计显示，2024年全台空置的房子已达86万户之谱，空屋率约 9.3%。而且有趣的是，这些空屋并不全是在什么偏远山区无人要的老房子，其中足足2/3是在6大都会区里。换言之，在我们熟悉的城市街头，就藏着数十万户闲置的房子，可能是没卖出去的新屋，或者屋主另有住处而空着的房产。当然，空屋多并不代表你想租就立刻租得到，因为有些空屋可能是待售不租的。然而，大量空屋至少说明了一点，整体而言，台湾并不存在房源极度短缺，大批人抢一间房的窘境，反而有越来越多房子没人住。如果未来人口持续老化，总人口数下滑，空屋只会更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届时只要你有稳定收入或存款，愿意付房租，真的会租不到房吗？房东们真有本事挑3拣4，倒把房子空着也不租给任何长者吗？这就好比一个蛋糕店，做了一堆蛋糕没人买，老板却声称不卖给老人家吃。现实是，他很可能巴不得各种客人都上门光顾，怎会真的拒绝钱呢？说到这里，可能有人心中还是有疑问，可是我听说很多房东真的不愿意把房租给老人啊。新闻上也报道过，中介公司私下把60岁以上租客列为高风险，不欢迎这类承租人，这总不会是空穴来风吧？没错，目前的租屋市场上确实存在房东对高龄租客的顾虑，这也是为何房东不租老人这种说法能吓到大家，因为它并非完全虚构。一些房东担心老年租客可能带来麻烦，例如健康风险，老人家年纪大，比较可能在租屋处发生病危甚至往生的状况。房东害怕房子变凶宅，有人在内过世的房子在台湾被认为会影响价值，生活习惯、行动不便的长者可能无法定期清理环境，怕出现囤积垃圾、卫生问题。经济能力，有种社会刻板印象，觉得一个人如果工作一辈子还买不起房，可能财务不稳定、欠债或收入不足，担心租金收不起等等。这些想法听起来现实又残酷，但确实是不少房东心中的隐忧。然而，我们要问，这样的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有没有道理、合理吗？难道所有老年租客都一定会出问题吗？事实上，每个人的情况千差万别，有的长者虽然年纪大，但身体硬朗，经济无虞，生活自理毫无问题，也有长者确实需要更多照护和协助。我们不该把所有银发族都贴上不可靠租客的标签。随着社会老龄化，其实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面对这问题，而且也有一些解方。例如在日本，老人租屋难一度很严重，但现在也出现了专门协助高龄者找房的服务，甚至保险公司推出孤独死保险，保障房东万一租客在屋内去世时的清理赔偿由保险理赔。政府方面也可以考虑提供税负减免或补贴，鼓励房东愿意将房子租给高龄者。毕竟老人也是需要住房的公民，如果市场机制有障碍，社会应该设法改善，而不是消极地对年长者说，你们就只有买房一途。我们还要注意到一个趋势，当老年人口越来越多，而年轻人口相对减少时，未来租屋市场很可能不得不对老年人更加友善。现在房东嫌弃老年租客，部分是因为年轻房客选择多，他们可以挑，但再过20年、30年，当现在年轻的我们变成了主要的老年人口时，整个租屋市场的客群结构都会改变。届时60、70岁的房客将非常普遍，房东不可能统统拒之门外，否则他很可能一间房都租不出去。想象一下未来的情景，某年你70岁了，拿着退休金想租市区一间公寓，这时候反而年轻人稀少，多的是跟你年龄相仿的租屋客。房东会对一票银发租客说，我都不租吗？那他大概干脆别当房东了。市场会随着人口结构改变而调整，未来银发租屋族将成为不可忽视的主力，房东们终究会适应这个现实。
就像现在，不少便利商店开始推出老人友善服务，未来的房屋租赁市场也可能出现专为长者设计的租赁方案、社区式长者公寓等等。到那时，不买房的我们即使变老，也会有相对应的居住选项，而不至于流落街头。谈完了社会大环境，再回到个人层面，我们来算一算买房与租房的经济账，看看是不是买了房子就高枕无忧，晚年保证安稳。不少人认为买房就是存财产，租房是帮房东缴房贷，所以一定要买一间自己的房子才有安全感。表面上看，有了房子起码住得稳，不怕房东赶人。但别忘了，买房背后隐藏的成本与风险可不一定比租房小。举个例子，一间价值1200万元的新房，如果你选择买下它，可能需要先拿出200多万头期款，剩下的1000万贷款，每月利息加上管理费约莫2万元出头。而如果你租这间房子，每月租金大概是2万8千元左右，表面上看，租金比每月付贷款利息多了6000块，似乎买比较划算。但是别忘了，买房还有隐含成本，头期款200多万，如果不买房，可是可以拿去投资或产生利息的。现在一投进房子里，就变成沉淀的成本，而且房子还有折旧和维修费，住久了漏水、修缮都要钱。如果算上这些，每月花费，其实买房的人不见得真的比租房低多少。更重要的是，房价并非永远只涨不跌。许多长辈深信房地产保值增值，因为他们过去几十年亲身经历房价飙涨的时代。但未来30年会如何呢？前面我们提到人口老化、空屋过剩等因素，这些可都是房价上涨的绊脚石。假如房价未来走平甚至下跌呢？那年轻时贷款买房的人，到头来可能发现房子并没有如期增值，反而因为屋龄老旧而贬值。有人精辟地计算过，房价只要下跌 1%， 就可能抹去租房族14年的租金涨幅。也就是说，把14年房租涨价累积的那点钱，全在房价一次微跌中蒸发。如果真出现房价微跌或横盘，买房的财务优势就不明显，甚至可能不如一直灵活租房，把资金投在别处的人。此外，购屋后还有个常被忽略的问题，你的房子也会老旧，你自己也会老旧。现在辛苦买下的房产，30-40年后会变成什么样？假如你30多岁买了一间屋龄20年的公寓，等到你70岁时，那房子就60-70年屋龄了，管线可能老化，水电设备故障频繁，房子价值也大幅折减。很多人到了老年，反而面临自家房子难以继续安心居住的窘境。例如，老式公寓没有电梯，你年轻时爬楼梯当运动不成问题，但等你腿脚不便时，每天爬上4楼可能成为折磨。又或者房子需要大整修，你却拿不出钱，只好将就住在漏水斑驳的环境。有人戏称，30年后你或许拥有一间自己的房子，但那可能是一栋50年屋龄的老房子，到头来还得靠以房养老，也就是把房子拿去跟银行抵押，换取退休金，等于晚年时再把房子租给银行，拿钱来养自己。如果会走到这一步，那当初又何必那么早买房，把青春岁月的收入都套在房贷里，让自己年轻时压力大，老了还要担心房子维修和套现呢？反过来说，如果年轻时不把所有钱砸在房子上，而是存下更多积蓄与投资，或许老年时手上现金充裕，你的选择会更多。到时候你可以自由决定住在哪，可以继续租公寓，但挑一间有电梯、无障碍设施完善、临近医院和超市的地方，哪怕租金高一点也付得起。或者干脆搬进设备齐全的高级养老社区，付费享受餐饮照护服务，过个开心的养老生活。这些都是要有钱才能享受到的便利。试想2种极端情况，甲老人年轻时省吃俭用买了一栋老房，退休时房贷还清了，但他没有其他存款，每月只靠微薄的劳保年金过活。乙老人没有买房，一直租房住，但每月把省下的钱存下来投资，累积了几百万元的退休金。到了晚年，甲有房住，不用付房租，但可能连医药看护都觉得负担。乙要付房租，但他负担得起，而且他可以选择更好的环境，甚至请看护或住进养老院。你觉得哪种日子过得比较安心舒适？房子固然是资产，但金钱带来的弹性和保障
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比一栋砖瓦要实在得多。真正让老人陷入悲惨处境的多半是贫困和孤立，而非仅仅是否拥有房产。当然，我们并不是鼓吹大家绝对不要买房，买房有买房的好处，租房也有租房的妙处，最终选择应该根据个人经济能力和生活需求来决定。我们只是要打破那种单纯用恐惧驱动的迷思，不买房，老了租不到房睡街头。这种说法其实是被夸大了的恐吓式话术。现实数据已经告诉我们，台湾并不存在老年人大量流落街头的图景，反而比较可能面临的是房子供过于求，房东求租客的未来。同时，决定你老年生活品质的因素还有很多，健康、储蓄、家庭支持、网络等等。如果年轻时做好财务规划，养成储蓄和投资的好习惯，培养自己的技能和人际关系，即使没有早早买房，你一样可以在晚年过得有尊严而稳当。最后，我们用轻松一点的心态来总结这个话题。下次再有人对你说不买房你将来会睡公园，你不妨微微一笑，问他，请问您见过哪个公园躺满了没买房的老人吗？人生有许多不确定性，但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脆弱可怕。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挑战很多，高房价固然是问题，但用恐惧来逼自己做决定往往得不偿失。与其害怕未来没房住，不如踏实计划怎样让未来的自己有资源可用，有选择可走。届时，也许我们当中有人会买房自住，有人选择一直租房，有人进驻长照社区，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，只要提前准备，量力而为，老了以后的我们绝不至于沦落街头。与其担心天塌下来，不如先撑好自己的伞。房东租不租给老人，终究是市场和社会会去解决的问题，而我们能做的是让自己将来有能力租得起，住得好。这样一来，不管未来选择买房还是继续当租客，都能安度晚年，笑看风雨啦。好了，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，希望这番分析能解除大家对未来居住问题的焦虑，用更理性的角度看待买房 vs 租房的抉择。最终，家是为了让我们安心幸福的一个所在，不是用来彼此恐吓的梦魇。祝大家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安身之处，现在过得开心，将来老了也依然舒心。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